Hello，我是悠悠，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简单但是又很实用的东西，就是墙纸。利用墙纸可以把小空间变得比较有趣有一些设计呢还会把这些空间有一些拉伸的感觉，这样子小空间看起来会比较大一点。因为我在美国，那美国卖的墙纸大概有分好多种，那其中比较传统式的墙纸，它是需要专业的人来帮你安装，然后专业的人帮你卸除，其实很麻烦，而且会很贵。那现在最流行的一种就是它像是一个贴纸一样，然后你把背面的那个贴纸膜撕下来，然后就像粘 sticker 一样可以粘在墙上。那假如说你贴错了，或者是你之后不喜欢，那你都可以把它拿下来，都很简单。那其实类似的 wallpaper 有很多种，那我当时也有在看Walls by Me Target， 还有一些其他不同的牌子，那价钱也有高有低。那 Tan Paper 我觉得价格比较适中，它不是最便宜的，但它也不是很贵，再加上它的这个设计是我很喜欢的，所以其实我是为了设计才买这个牌子。出来的效果我还是蛮喜欢的，因为朋友来我们家都会觉得哇很有趣。我觉得贴 wallpaper 在小的 space其实是一种实验性的做法，对我来说，因为我觉得假如没有贴好的话，你不会浪费很多钱，也不会浪费很多精力。但是假如做得好的话呢，对你来说是一个很好的 experience。而且你之后在大的房间，比如说你以后有小孩子的房间或者是你的书房你大空间铺起来的时候，你就更有经验。贴这种墙纸的技巧主要就是要量对尺寸，因为它的墙纸是比较窄一点的，大概只有52厘米宽，适合人这样子2只手去把它贴起来。所以说，当你在贴一个大面积的时候呢，你要确保距离是有量好的，想好你的这个图案从哪里开始 repeat， 也就是说你这条线跟这一条线一定是要平行的，才会看起来是一整片的感觉。那我举例子来说，我中间这2层，一个是29，一个是31，因为我已经决定好这个设计的 repeat， 在这个弧形的上端先量好29厘米，然后呢再往下延伸到这个弧度，这样子在你 repeat 的过程中，你上面还有一点点空隙，可以给你多留点空间。贴的时候呢，要先撕开一点点，2只手尽量保持墙纸的水平。在贴上去之后呢，再往下面撕其他的贴纸，一边铺平，然后一边撕开，最好不要一口气都撕掉，因为这样假如贴错的话呢，比较难拿下来。我觉得整个过程就是 practice make perfect， 是你慢慢练习，最后你掌握了诀窍。在视频里面你看的其实不是很清楚，但其实你走近了看的话，我自己是觉得有一些差异的，就是每一片跟每一片之间的衔接不是那么的完美，就是基本上你上面稍微错了可能0.01毫米吧，你下面就会差异很大。但是说实话，在视频里其实看不出来，而且也不可能那么近距离的看。之后你的储物柜也会放很多东西嘛，所以就挡起来了。就是说这种东西就是不能太要求完美，虽然完美也很重要啦，但是呢不能太纠结。另外这个牌子的贴纸，它自己有一个专门贴墙纸的一个工具。它是一个塑料型的东西，然后上面有一层包起来的一种像棉花纸材质的东西，然后它在铺的时候会帮你铺的比较均匀，它也可以帮你把这个气泡稍微推走一点。因为这东西其实5块钱美金呢，我当时不想买，我就用了其他东西来代替，说实话效果不是特别好，所以其实我个人还挺推荐这个东西的。整体来说呢，我对我这个储物柜是很满意的。因为贴起来效果呢还蛮好，然后呢让这个空间有一种拉伸感，会觉得这个储物柜好像很大，又比较有趣，就是当你每次去柜子里拿东西的时候都有一种成就感。另外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储物柜里面你的收纳的东西也需要整齐，还会让整个储物柜看起来比较漂亮。那就像我会用一些白色的一个铁的篮子，然后我买了很多个并排放起来，每一个篮子里面东西当然你要摆得很整齐，然后最后有收纳的功能，比如说这个是放罐头的，那这个是放泡面的，然后这个是放一些茶叶的。下面的话因为使用率不是很高，所以我就用的是一种拉出来然后是一个封闭式木色的篮子，那这样子其实我放起来的时候是看不到里面的东西。那这个里面我会放一些一次性的碗盘就是看起来比较乱的东西，这样子你把它收起来的时候你就看不见了，眼不见心不烦。但是呢，现在这个视频里呈现的整个感觉呢，还不是我最终想要达到的。我还是想买一些收纳的一些透明的东西，比如说放麦片的、放面粉的、放一些厨房里面会用的东西，但是我还没有买全。慢慢的我会把它都加进去，希望它可以看起来更漂亮一些。最后呢，我就想说，其实厨房的储物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它可以代表是说你这个家有没有好好的归纳，有没有好好的整理好。其实整理好对大家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无论是说从你的心情上也好还是说我个人认为其实是对整个的气场整个的能量来说都是非常好的。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也可以花点时间好好归纳一下你的储物柜。假如储物柜收纳的很好，其实对你的生活也会简单许多，东西很好找嘛，那你就不用花时间找到东西啦。所以最后呢，就希望大家都有一个整齐的家。拜拜。